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5月15号星期一，又是新的一周了啊！我现在在这条街，我的后边是通天阁。看这个，这是一特大的电子用品的市场，就是卖各种零件的，还有端子、电线什么的，还跟这儿采购过 3D 打印机用的东西。这一条街就都是干这个的，几乎。还有租售 DVD 的呢。然后买卖二手的电子商品，还有工具，还有螺丝专门店，就有点像以前的中关村。现在中关村都不这样了，甚至现在中关村那些电子商厦里都已经不这样了。我第一次去中关村是1998年，那时候刚有电脑，家里那时候还有抗洪的网站呢。13岁，第一次去中关村，因为电脑启动不了了。那时候第一次知道，说能进 CMOS 的设置里设启动的硬盘，然后装系统。我还有一张正版的 Windows 95，但是 OEM 版本的，就不是那种市售那种特别贵。那时候在北京，在东大桥有一个百脑汇刚开业，那时候去看 Windows 98刚上市的时候，好像1000多还是几千多，那特别厉害。那时候你们想啊，那时候普通人的工资一个月可能在200-300块、300-400块，就了不起了。还有那叫什么超级解霸，对吧？看 DVD、VCD 的，那时候还没有 DVD 的，那时候有个 DVD 机已经很厉害了。闲聊啊，今天聊什么呢？今天咱们就聊空腹晨跑。今天不出意外还是空腹出来的，跑多远还没想好，就跑有氧。看今儿这背心儿 ASICS 的，这是前年买的，所以我的东西大家不用问货号，因为都是特古老的东西，现在也买不到，应该。ASICS 时不时会有这种就精英款的出来试售，那个年代还流行精英款是方领，对不对？这个再热一点穿就不舒服了，这种材料。这两天下了2天雨，今天才停。行，一会儿咱们换个视角聊聊空腹晨跑的事儿。看清晨这边的街道，基本上到这个路口，这个电子这条街就差不多了。你看对面就是低价 DVD， 然后高价回收二手商品什么的。那又来到河边了，除了有好多小飞虫，其他都挺好。刚才说中关村呢，突然让我想到马拉松比赛的一个新奇的体验。记得第一次跑北京马拉松，跑过半程，突然发现到了中关村那个是一个剧场的路口，忘了是什么剧场了，觉得好神奇。因为那个时候去那儿都是坐车，或者是坐地铁。后来，尤其是后来有时候坐地铁去一个地儿，就是你从家里出来，下了地铁之后呢，坐车到某一站，你一出来发现是这个地儿，你没有中间的过程。但是你有一天跑比赛或者跑长距离，你路过了那儿，你就觉得哦，原来是这儿，这个感觉还是挺奇妙的。说说空腹晨跑，除了特别冷的那1-2个月，我基本上都是空腹晨跑。我这个习惯是从2019年夏天开始的。一开始的时候也不适应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记得第一次是还是在新加坡起来出门跑步，说试一试，跑了8公里。当然那个时候的能力不行，那时候我单次训练也就是个5到8公里。
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半程马拉松已经能跑到1小时23了。第一次跑8公里的时候，特别的难受，就感觉跑完以后，倒不是有其他的，就是晕啊什么的都没有，就是饿，就感觉不行了，就好像从来没有那么饿过。但是基本上跑了1周，就完全适应了。人还是一个适应能力特别强的一种生物，当然你适应能力再强也是要适应的。你要一开始就特舒服，那不可能。所以很多小伙伴不要尝试一个新东西1次2次就放弃。书读百遍，其义自现嘛，是不是？马拉松更是。我最长的空腹晨跑跑过30公里，跑过好几次，也没什么。但是中途就得喝水，都是夏天，就白水。大部分时候，如果我空腹跑超过21公里，我就吃能量胶了。就是启动的时候肯定是什么都不吃的，过程中会补给。我一般训练的话，如果跑30公里，那就在14、15公里的时候吃一个，就不是很科学啊，跟比赛不一样。如果您是补充能量饮料，说白了就是喝甜的，那其实不用吃能量胶，毕竟能量胶成本也不低。我得到这个空腹晨跑的启发是看非洲运动员的训练，当然了，还是我说那个局限性，就是普通人很难下午再去练一堂专项课。像他们的晨跑，很多时候是放松跑或者轻松跑，都是跑完再吃早饭，觉得身体特别轻盈。这个轻盈有双重的含义啊。但是人家下午会有专项课，我有时候上午跑专项课，跑强度我也不吃。你说运动表现会因为空腹晨跑受影响吗？是肯定会的。我感觉我的能力会被影响20%左右，但是极限能力还行。就比方说，你们看我冲速度，我吃早饭跟不吃早饭，基本上极限速度也都是那样。但是要是跑速度耐力，那确实是不吃早饭会差很多。但是我还是仍然推荐空腹晨跑。我觉得这个是训练马拉松的一种变相训练的手段。就是马拉松它不是一个让你舒服的项目，所以训练也不能太舒服。当然可能不科学，但是这是我的一个小经验。你们看，欧美运动员要比非洲运动员更早的科学训练了，甚至一代人。但是结果怎么样呢？是吧？我不太认为基因的差距会有那么大。一说话忘了，这儿要上去了。刚才我跑过的，我的左手就是大阪造币局，就是看樱花的那个地儿。要开始尝试空腹晨跑的小伙伴们需要注意什么？首先是你得鼓起勇气试一次。当然，在这个前提下，您得确定您是健康的。如果您本身就有贫血的问题，那就完全不推荐。如果您是健康人、正常人、成年人，可以找一天试试，可以用你平常训练量的80%去试。如果你跑到80%的时候还没事儿，你就把它跑完。保险点呢，你可以身上带一袋能量胶，但是一般不会。还是那句话，就是你都坚持不住了，难受的不行了，你是不可能
还拼命的去不停的，对吧？问题都不大。尤其是进入夏天了，空腹晨跑有什么好处？在我看来，首先呢，是跑多了以后你会更有那种跑动的感觉，这个不太好描述，就是我说的那个轻盈的感觉、清澈的感觉。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对控制体重特别有帮助。不要听控制体重觉得我这个训练量不需要，我这个训练量也需要控制体重的。如果我不控制体重，很快就能到120斤。但是我比赛季控制体重的时候是107斤，我控制体重也控制的挺狠的。就是专业运动员也是要控制饮食的，因为你训练量再大，其实几口就吃回来了，剩下的都是额外的。第三就是你这样训练，其实比方说你吃早饭，你训练完以后你的损伤是8，不吃早饭训练之后的损伤是10。但是如果你训练之后再吃早饭，你的恢复要比先吃再训练，训练完以后不吃饭要好得多，要超过另外刚才多损耗那2成，因为你不可能先吃一顿，然后跑完再吃一顿，对吧？如果你说你先吃一点，跑完再正经吃也行，但是呢，感觉就有点得不偿失，自己的个人的感觉啊，个人见解，大家自己去理解。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，首先你的训练状态会下降，其次是比赛之前你要恢复饮食去适应。我一般是比赛前2周到3周就恢复，先吃点什么再跑，当然不是正经吃早饭，这样让胃习惯，就肠子里胃里有东西。但是我吃的非常早，我基本上就是提训练之前的2个小时吃一口，因为我能起得早。否则你要刚吃完就出去跑，你是模拟不了比赛那天的。比赛那天至少要提前2个半小时就把最后一口饭吃完，至少。如果你想冲成绩，如果你不想冲成绩，其实你为了舒服一点，别跑的时候难受或者出现肠胃问题，也应该尽早吃。尤其是对于就是参赛娱乐的小伙伴，其实你也就参这一次，这1年或者说这几个月，早起那1天也未尝不可。跑完以后吃什么？比方像我今天就是80克生重的意大利面，然后番茄酱，吃一碗沙拉，沙拉汁儿是没有那个高热量的，一个鸡蛋也就这样了。然后有的时候是一片厚的吐司，配芝士和果酱，或者是花生酱。有的时候是一碗米饭，这碗米饭有多少呢？就是生米的80克，80克重到50到80克重的生米焖出来的饭吧。一碗米饭，一个鸡蛋。这边有挺方便的那种腌好的鱼，烤一小块，就大家看日料定时里那种，大概有个80来克，也就这样了。之后上午什么都不吃，正常工作，中午正常吃午餐，下午也是，下午有的时候不忙就训练，但是训练前后什么都不吃，也就喝咖啡，也都是黑咖啡。这就是我的一天。回头哪天给大家拍一天3次的饮食，以前也拍过，但是那个时候比现在吃的多。行，差不多在这边绕了一圈了。我是刚才从这个桥下，就是那儿开始拍的。现在去大阪城再绕2圈，加油干！哎，5月15号星期一，训练结束啊。今天第一个训练日，跑的长一些，26公里跑了。但是这26公里跑的呢，前边慢，后边也不算快吧，就是最后的10来公里就没有刻意的控制速度。看看数据啊，
2小时01，平均配速4分40，心率147，步频198，功率215。其实好久没有跑21公里以上的距离了，从准备东京马拉松那1个月开始就没有了。所以说，比赛的准备和比赛月的这个规划是比较打乱训练节奏的。从今年的2月份到现在，一共只跑过一次24，一次28，然后就是2次马拉松的比赛跟以赛代练了，是吧？但是42公里并起不到练的作用，因为它需要的恢复太长了，就是你为了最后的10公里，牺牲了未来的3天的训练。可是如果呢，你少跑最后那10公里，比方你把你的长距离变成30到32公里，那你可能不需要特别的休息。比方像我就不需要特别休息，明天就可以正常训练，那肯定效果不一样嘛，对吧？但是你说32公里和42公里单次的训练有多大差别呢？对能力的提升其实几乎没有，只会提升心理。这就是跑步的训练。你说马拉松是个吃苦的事儿，是个积少成多的事儿，是对的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呢，科学也扮演一定的角色，只是说不能什么都是科学。像这种耐力极限项目，其实有很多是精神上的东西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空腹晨跑。像今天的26公里，我就中途吃了一个小的能量胶，100卡的热量的能量胶。大概在第2段录完12.3公里的时候吃的，就是平常训练中还有比赛之前的这个2周的训练，可以试试比赛的补给策略。你可以感受一下，为什么我喜欢空腹出来跑，然后半截吃东西呢？是因为你早晨如果起来早吃，吃完以后其实它那东西已经吸收转化了，而你在运动中吃的东西就感觉其实也有心理原因啊，会感觉会更多的被直接消耗掉，比较直接。而且会有一种特别微妙的感觉，就是你吃下第一个能量胶之后的3到5分钟开始，未来的10几分钟，你会觉得身体突然一下就跟那个七龙珠里吃的那个仙豆似的，是不是？很暴露年龄了啊！行吧，那今天跟大家聊这么多，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大家进入夏训之前，多积累有氧，多做耐力训练。为夏训的强度做好基础，那咱们加油干，明儿见。